主力最害怕你学会的指标可能就是 OBV， 因为它是成交量的高阶用法，不仅可以看到主力的吸筹与拉升，还可以判断主力出货以及一只股票的突破点。今天就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大家，建议点赞、订阅，反复学习。今天的视频呢，我们主要讲解3个内容：第一 ，OBV 的指标原理；第二 ，OBV 操作的6大口诀；第三 ，OBV 的最强用法。如何预知股价何时脱离盘整区呢？ OBV 能量潮又被称为平衡交易量，是由美国投资分析专家葛兰碧在1981年创立的。理论基础是能量是因，股价是果。它利用股价和成交量的指标来反映人气兴衰，人为的按照股价的涨跌将成交量标为正负，并进行累加运算，所以它是一个不错的补庄工具。那么为什么它很好用呢？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股价变化必须配合成交量，尤其是股价波动与成交量的放大萎缩有密切的关联，所以在图表上就把成交量数量化，做成了趋势线，这样配合股价就能够很好的发现主力庄家何时在吸筹，何时要拉升，甚至可以判断出股价即将脱离盘整区，这样就做到了先知先觉。我会在今天的视频的最后重点讲解 OBV 的最强用法，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OBV 的6大口诀。第一， OBV 从下到上大转向，长线投资可进场。第二， OBV 升股价升，股价稳步攀高峰。第三， OBV 轻踩 MA-OBV， 黑马即将草上飞。第四， OBV 升得急，向下拐头要小心。第五， OBV 出散户坑，主力洗盘意图明。第六， OBV 跌，股价跌，早点分手早解脱。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，图中的白线呢就是 OBV 线，而黄色线是默认的 OBV 均线，参数呢是30。这里的股价经过长期下跌之后开始震荡，而下面的 OBV 指标黄色的均线出现了下降走平到上升的走势。在这之前我们也能看到白色 OBV 线上穿了 OBV 均线，所以在经历了这个转变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确定长线投资是一个不错的买点的机会。果然后面也出现了不错的上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美股的案例，很多人还没有想到能够涨到如今的高度，但当时的走势，股价经过下跌之后开始出现上涨，而下面的 OBV 指标已经明显是黄线由下降走平转上，这是明确的反转走势。而之前的白色线也经过了2次上穿黄色均线，如果在这里确认大的方向转变，长线入场的话，这里的成本也不过90美金左右，那么后面的涨幅一直到现在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来看第2条， OBV 升股价升，股价稳步攀高峰。很明显，图表的走势是一个强势上升趋势，偶尔出现短线回调，但不断的创新高。下面的 OBV 指标白线始终保持在向上的黄色均线之上，也是不断创新高，所以这是抱住牛股的最佳黄金波段，不要轻易的胡乱卖掉股票。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，该股的价格走势都是很强势的，偶尔出现3到5天的回调，幅度不大，但很快能够继续上升，甚至创新高。而下面的成交量衍生指标 OBV 呢，更不用说了，那白线几乎一直向上创新高，而回调的幅度呢也比较小，这就是为什么能够获得相对较大的收益，并且跑赢了大盘，绝对超过了大多数的散户投资者。第3条， OBV 轻踩 MA-OBV， 黑马即将草上飞，股价经历了2到3周的回调，而下面的 OBV 指标非常的明确，白色线几乎回调之后非常靠近 OBV， 这就算是轻踩均线。而后面的这个位置虽然出现了短暂的1到2天白色低于向上的黄色均线，但很快回到了黄线之上，
这也就是 OBV 轻踩均线，都是黑马草上飞的经典买点。所以在这里买入后，股价也出现了快速的强势拉升上涨。我们再来看一个美股的具体案例，图中的第一个黄色圈圈锁住位置，白色的 OBV 线正好回调触到黄色线，立即上升。买入之后2到3周立即上涨超过30%，而前面这2个地方白线持续低于黄线的时间超过了3天，这绝对不是黑马草上飞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一会儿我将会讲解的第5个口诀，你就会明白。我们来看一下第4个口诀 ，OBV 升得急，向下拐头要小心。这里非常明确，出现了6个连续上涨的大阳线，可以说股价涨得急，而 OBV 升得更急，因为它快速拉升，远离了黄色均线，后面在这个位置立即出现了拐头向下，这就是一个非常绝佳的短线卖点。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，这里出现了一个经典中短线的逃顶信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该图表先是出现了报复性上涨，创出新高后出现的都是阴线的走势，这是一个高位小 M 头，但仅仅靠组合 K 线，我们不能证明这里很危险。看下面的成交量衍生指标 OBV， 白色线急速拉升，远离黄色均线，然后向下拐头，这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量价配合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卖点，而随后股价立即下跌。所以说这个方法非常适合那些波动比较大、极不稳定的股票，帮我们很好的回避中短线的重要高点。口诀5 OBV 出散户坑，主力洗盘意图明。那么什么是散户坑呢？首先我们在使用这个方法之前，要先在图表上放一条对应的均线，股价出现了一段时间内持续低于均线的走势，并且均线在短时间内也出现了方向向下，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。而很多散户如果根据股价低于均线，并且均线方向走平向下，那么在这里卖出不但没有回避下跌，反而正好卖在了回调低点。那么如何避免这样的散户坑呢？或者说如何能够利用这样的散户坑正好买到后面的拉升呢？这时我们就要用到了 OBV。 我们仔细看这2个回调位置，股价方面都出现了价格低于均线，均线走平是一个不好的标志。但仔细想一想，这2个位置的真正股价低于均线的时间应该是少于3周的。而同时我们看到下面的成交量衍生指标 OBV 虽然也出现了白线低于黄色均线，但仔细看黄色均线大部分时间方向其实是向上的，而且黄色均线偶尔走平并不影响我们大的分析，从来没有出现过黄线方向向下。比较激进的客户可以一直持有，如果是比较稳健的客户，可以在股价低于均线时少量减仓，而一旦确认这里只是洗盘，那么就可以在股价回升到均线之后再买回来。所以别忘了，好马也有吃回头草的时候。在实战中，我个人更偏向于将 OBV 的参数改成机构参数，就是34，因为34呢是靠近默认参数30的斐波那契数列，往往效果更好。同时在这个图标里，我将均线也改成了34天参数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图表里面出现了一段回调，股价呢是低于34天均线，持续时间是没有超过3周，也就是不超过15个交易日。而下面的 OBV 指标明显证明了上面是一个洗盘的散户坑，原因就是虽然 OBV 白线也低于了黄线，但黄线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向下的，大量时间都是走平或者向上的。所以一些股民如果之前没有这只股票，是完全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短线进场的。而如果之前买入了较低的股民朋友们，完全可以在这个位置回调时不用理会它的下跌而一直持股，但前提一定要确认 OBV 的黄线是一直走平或者向上的，绝对不能是向下的。第6条 OBV 跌，股价跌，早点分手早解脱，这个方法就很清楚了，完全适合第2条的相反的用法，那就是股价一直低于均线，方向也向下，明确下跌趋势。而下面的成交量衍生指标 OBV 也是白线一直不断的创新低， OBV 均线也是一直向下，实在没有什么可参与的必要。
而有的股民呢，如果一直幻想能够发生奇迹，那一定会在下降趋势里输得很惨。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，股价虽然在这个位置经历了短暂的反弹，高于均线，但立即向下不断的创新低。OBV 也是出现了白线短暂靠近黄线，但立即下跌，不断创新低。这就是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的弱势走势，大家切不可心存幻想。因为一旦心存幻想，将会出现大量的亏损而追悔莫及。看完了以上6大口诀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 OBV 的最强用法。提前预知股价即将脱离盘整区，也许你会觉得很惊讶，但听我讲完之后，你一定会恍然大悟的。这个方法的原理就是量在价先，尤其在真正的底部形成区间，成交量的表现往往是早于价格的，或者说比价格更加可靠。但是不要忘了，1天2天的走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而且如果你只看成交量的图表，是很难看出真正的门道的。而通过 OBV 指标将成交量变成了线性图表，就非常清楚了。这里出现了 OBV 的数值突破了整个近几个月内的平台高值，也就是突破 OBV 的盘整区。而对应的股价区间呢，显然在这一天，股价离整个震荡区间的高点还是很远。但这时我们看到 OBV 却率先摆脱了横盘震荡区，这说明量在价先，真正的资金买方力量已经在最近的几个月提前进场了，并且开始启动了。而我们在价格上却还看不到任何的变化。果然随后的2个多月的时间，股价的涨幅接近翻倍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今天的方法我们依然是免费分享，同时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要把 OBV 的参数改成34。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我点赞和转发，让更多的股民朋友们可以学到这个神奇的方法。我们再来看第2个案例，这个位置呢 OBV 明确突破了近几个月的横盘震荡区间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离整个横盘区的峰值高位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从突破之后的1个月内，它的股价也是一直在上涨的。这就是 OBV 的最强用法，提前预知未来，股价大概率将突破盘整区。原因是刚才我讲到的量在价先，尤其是筑底的时候，这个方法特别好用。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 OBV 最强用法的几个注意事项。首先，横盘的时间不要少于3个月，时间越长越好。另外，股价尚未脱离横盘区，但 OBV 已经明确的率先突破了横盘区。这里再次强调一下，参数一定要改成34。最后一点，如何止损？如果大家率先买入，那么一定是有风险的，不可能是100%的。这时就要以 OBV 数值突破横盘区那一天的 K 线最低价作为止损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视频分享的主要内容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快为大家一一解答。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， 关注、转发加点赞，下期轻仔持续看。